およそ戦いとは、対峙するときは正攻法、勝つときは奇襲で。我が騎兵上村支隊は同帝湖から栄太へと攻め込んだ。栄太の次はベキラ湖、龍陽港へと向かい、重慶軍の背後へと迫る。哲学がどう出るか見ものだな。栄太は公園部隊の基地として使えます。補給物資を蓄え水路を使って前線へと送ることは可能です。補給は戦争の命綱だ。前線への補給通路確保のため、栄太に補給倉庫を作れ。将軍殿、信濃軍は背後を包囲されたと知ればすぐに自滅します。例えば昌福海戦、三成石航海戦はまさにそうでした。我が軍はすでに主導権を握っており、調査はもうすぐです。命令を下す。第六師団はベキラ湖を越え、上村支隊と挟み撃ちにせよ。重慶の第15集団軍を壊滅させろ。将軍殿、対岸の敵は抵抗激しく、我が軍は8度攻めるもここは叶いません。我々の歩兵連隊はなぜまで来ない？道がぬかるみ、歩兵連隊は遅々として進めないのです。もう雨は上がったではないか。西が品々に破壊し尽くされ、道中も絶えず敵の攻撃にさらされ、機械化部隊の勝負は困難を極めています。我が第六師団はこんな醜い戦闘は初めてだ。将校らに伝えよ。あまり信濃軍にこだわるな。全速力で推し進め。早くベキラ湖を落とせ。はい。要我从防线上撤下2个军去爬幕府山，这不是让我主动向日寇打开大门吗？这是什么狗屁战法？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关司令，开战前薛长官就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79军和37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去截击第6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6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可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1000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只怕等我2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不，你告诉薛岳，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去哪里？军事法庭。喂，军总。关司令，我彭为仁，我要撤走37和79 2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6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2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我现在担心的是，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卫仁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您放心吧。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2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听着，执行命令。2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2位长官骑马了。好，先生啊，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3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啊。行吧，行，去看看吧。长官到！敬礼！立壁！ 73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哎，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是的，害怕吗？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1枪以后，我就不害怕了。为什么？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吃槟榔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退鬼子10几次强度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毛耳洞，您看。 3乡抗战，第8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伯灵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3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他好像没说什么。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委座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伯灵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委座的意图。哎，委座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委座要真的决心已定，
还派我们2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哦，这么说，韦作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韦作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韦作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嘛。伯灵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你看啊，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当然，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与日寇缠斗。缠斗？对，缠斗。你这2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白长官说，敌我2军战斗力是5比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要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伯灵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韦作。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你我还用谢字？哎，伯灵兄，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本地的黑茶。黑茶？对，黑茶。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几块？2块足矣。我给你3块。哈哈，我这儿多的是，我天天喝。好。建生和慈修的报告，大家刚才都看了。长沙是守还是弃？你们各抒己见。我不是军人，只是从政治上着眼，长沙绝不可放弃。那么就说说你不可弃的理由。文熙大火之后，长沙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瞩目之地，其政治影响远超一般的省会城市。不战而弃守，其政治影响将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2位的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3项的民心士气可用。薛岳将军关于进犯之敌是孤军之言也极为精确，所以我认为足可以在长沙一带与敌一战到底。我还是坚持放弃长沙。第一是因为敌强我弱，第二，长沙第9战区拥有国军1/4的精锐部队，万一战败溃散，将使全局动摇。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长沙和敌人孤注一掷的决战，而是应该依照既定的战略放弃长沙。我刚才说过，我不是军人，当然更不是军事家。我只是想从逻辑上请教一下白总长，
战争无非是胜败两途。在长沙与敌作战是孤注一掷，败不得。那么难道到了衡阳就不是孤注一掷了？我看也败不得。衡阳一失，国土更多的沦陷了数百公里，离重庆更近一步。那么按此逻辑，什么地方才能与敌决战呢？诸位，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薛伯灵认为，长沙之战其实并不是决战，而是要与敌缠斗，并不要求大胜，只是想破敌败退。这个想法倒是符合实际。一场缠斗不求大捷，能使敌无功而返，那就是胜利。诸位想想，自抗战以来，敌人攻一城，我们弃一城，还从来没有迫使过敌人无功而返。要是长沙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胜。今天的会议就议到此，散会。林伟，有急事吗？校长，英国来电。 Since Germany's invasion of Poland on September 1, our main task is to win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Japan will not enter the war in Europe, as it is currently focused on the incident in China. In fact, they want us to give up our interests in China. The thing that concerns me is how long can China's Chongqing government exist? We cannot put our hopes in a nearly sunk ship.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Japanese War in July 1937, I figured at most, China could last for 6 months. But to their credit, 2 years on, China will continue. But since the beginning, they've given up Peiping, they've abandoned Shanghai, Wuhan, Guangzhou, and they continue to do so. China will eventually be defeated. You cannot revive this dying old man. We need to remove our troops from China. We cannot allow the Japanese to dictate our sphere's influence in Asia. We must not abandon China too quickly. Britain cannot afford another enemy in the East again. As long as Japan doesn't violate our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we may consider a compromise with Japan. Well, to our old friends, the Chinese, that may not seem very moral of us. Please remember, there are no eternal friends between nation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可恶！真的把我中华民国当成任人宰割的羔羊？立即接通薛伯灵电话。是。韦佐，薛伯灵电话通了。伯灵，我就是要正式向你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你在长沙与敌缠斗之策，先打击那些向长沙孤军突进之敌，迫使日寇无功而返。我们就是要让国际上那些政客看一看，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德国的进攻，英法两国完全处于守势。这条马奇诺防线已经成了生命线了。
今天的被动呢，英法完全是自找的。在慕尼黑的会议上，把东欧出卖给了德国，养壮了老虎啊！总是有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今天在东方的战场上，英法又想故技重施，牺牲中国，以换取他们和日本交好。在最近的英日谈判中，英国就有重大的原则性让步。我看了有关情报啊，东方慕尼黑阴谋，在英法两国真是甚嚣尘上啊！这些投降派的理论依据是，中国的抗战是不可能坚持到底的，因为自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军队鲜有胜绩，因此保卫长沙这一战，中国必须打好，必须打胜。我们要用一场胜利来粉碎英美法投降派的谬论，并争取英法能够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就国内形势而言，也必须打赢这一仗。打赢了这一仗啊，不仅能够坚定抗战的决心和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抗战已经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给汪精卫的投降派以有力的打击呀。我长沙八路军通讯处彭中华来电，说蒋中正已经改变了策略，并且给薛岳下达了坚守长沙的命令。国民党终于统一思想了。好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长沙的保卫战已经到了双方焦灼阶段。朱老总，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也要在敌后展开大动作，以策应长沙战场。我活动在鄂豫边的新四军李先念部，正在做这样的准备。命令李先念，以最快的速度向武汉靠近，寻找机会，袭扰武汉守敌，牵制敌军，策应长沙。諸君殿、航空偵察隊の報告では、哲学は第15師団から2つの軍を引き入れ、幕府山へと移動。我が第6師団の背後へと回り、移動途中の補給部隊及び砲兵隊を攻撃したようです。ですが、敵は攻撃しては退散と、我が軍はこのような戦法に慣れておらず、戦場で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続けろ。はい。我が33師団も苦戦を強いられており、副伝令防衛線を突破して以降、平行剣山へと入りました。本日までに10日経ちましたが、やはり敵の要戦部隊からの強い抵抗に遭い、前進しかねております。また江南の106師団と斉田師隊は目下周水を守っておりますが、補給が困難であり、一日の食事もさつまいも一つで戦力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ます。現在唯一優先なのはここ湘北で、我が軍は第15集団軍へ攻撃を仕掛ける準備があるも、しかし敵の抵抗もなかなか手強く、我が軍の動きも非常に遅く、目立った効果はありません。補給は戦場で最も重要だ。重量武器の輸送ができず、食料の補給もできないとなれば、戦力が落ちるのは目に見えている。
米吉ラ港さえ越えられんのか。幸いエータを占領しており、我々は水路を使っての補給は可能です。ここは我々の唯一の生命線だ。上村支隊へ攻撃速度を落とすよう伝えろ。水路による安全経路の確保だ。はい、上村将軍にすぐ伝えます。報告、百毒師団より急電。はせ。両松枯渇、戦力が低下、また敵軍四方は包囲され、突破が出し援軍要請。師団一つと師隊3万もの兵力が全滅するというのか。第33師団は養親部隊から逃れ副石令へと回り、百六師団と斉田師隊の革命を解け。百六師団と斉田師隊は岳南方向へ進み、33師団と合流。敵を潰せ。薛长官，我军成功阻击了敌人的重武器部队，使正面进攻的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不得不放慢了进攻的步伐。冈村宁次想夹击我第15集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还有别的要报告吗？没有。我从正面防守抽调了2个军，只留下了那位别着草鞋来开会的彭卫仁的1个军防守正面。我估计最多只能守2天，倒野四郎就能突破汨罗江。可是到现在，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单靠彭卫仁1个军2万之众，恐怕很难做到吧？哎呀，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薛长官啊！少来这套。说，是这样，当时要抽调2个军，这个管令正就耍了个心眼儿，把最有战斗力的2个师给留下了。这个混球！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起作用了。虽然管令正有抗命之嫌，但是外打征朝，就算是他将功补过吧。将功补过啊！他何国之有啊？他没有100%执行薛长官的命令。我还没有100%的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嗯。手下将士和薛某一个毛病，这仗就好打了。报告，赣北急电。念。我部已将敌106师团左支支队2万人马包围于粉白岭一隅，准备天亮后发起总攻，一举歼灭敌人。罗卓英。粉白岭，在这儿。粉白岭是敌洼地，敌人这时无路可走了。粉白岭易攻难守，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1个军来。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回湘北吧？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8军李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8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这就叫运动战。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2双鞋。是。哟，李军长。罗长官啊，据我所知，
你的32军从右翼，49军从左翼，正在向粉白岭发起攻击。尤其是你的第6军呐，已经突破左支支队的防线，正在向纵深穿插。是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热闹吧？热闹，是很热闹。唯独我李玉堂在这儿当看客。你老先生亲疏有别。李军长，我真没有亲疏有别，我是没那个胆量指挥王牌军呐。你这什么意思啊？哎，李军长，啊，薛长官的电令啊，自己看。这个薛伯龄，你是个神经病！李军长，罗长官啊，你是知道的。前几天我刚从湘北冒着大雨跋涉200多公里赶到赣西北，今天又让我从赣西北返回湘北，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狗屁命令，我拒绝执行。啊，李军长息怒啊！我跟你讲啊，依我看，那薛长官一定是在试用毛泽东最擅长的运动战术，所以你还是服从吧。他要真有毛泽东那2下子还真行。他这是什么？黔驴技穷。报告，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好，下去吧。圣旨又到了，要不我给你念一遍？可以啊，念。好。命令第8军军长李玉堂部立即启程西进，限3天之内赶到上山一线。若有延误，军法从事。命令所有部队吹起冲锋号，向粉白岭发起冲锋。中井良太郎は何をしたか。打卓へに放射予定。包囲網を突破した部隊もあります。第33師団とは交流できましょう。すでに一つとした一つが完全に戦闘力を失ったんだ。第33師団と合流したところでどうにもならん。4つの経路のうち2つを失ったんだ。この戦いは勝っても喜べんな。将軍殿、調査さえ落とせば一部の失点は取るに足りません。天気が良くなってきた。飛行部隊第1弾第2弾は前期出撃。敵の陣地を攻撃。息の根を止めてやれ。第6師団と奈良支隊は飛行隊と協力し、3日のうちにベギラ港の防衛線を突破し、上村支隊は第6師団がベギラ港を渡るのを待って第15集団軍の背後を避け。将軍殿、敵は正面が弱いため奈良支隊を調査へ向かわせ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節学にはあと8つの師団が予備としてある。一支隊に危険を冒させるのはまずい。今は重慶軍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ろ。第15集団軍には蒋介石の息子がいるはずだ。ここを潰せば中国軍蒋介石政権の息のを止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の後一師団2支隊5万の兵力で調査を落とせ。節学に8つの予備師団があろうが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前進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ん。薛长官，东线告捷，我们可以把东线的部队调过来进行湘北决战了。
要不要马上让罗哲英挺进湘北？不用。敌人残部在赣北还有3万多，不能掉以轻心。罗卓英不用来，李玉堂来就够了。李玉堂到哪儿了？李玉堂来电说，仅半天时间，他们就走到这儿。哦，那按这样的行进速度，他们至少能提前半天到达指定区域。对。可是，现在天已经放晴了，日寇又可以动用飞机来轰炸了。接下来的几天，彭卫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保卫自己的老家，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子底下作战，湘军能够顶得住。我が砲兵隊装甲部隊はなぜまだ到着しない？将軍殿、砲兵隊と装甲部隊は支那軍2隊に無数の遊撃隊に包囲され、進軍が遅れています。何としても明日までに渡航を完了せよ。これは命令だ。はっ。落とせ。一気残らずだ。汨罗江防线多处失守，73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撤什么撤？命令关林征，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提头来见。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关林征将军急电，汨罗江防线失守。
失守。要是这么打下去，参谋长。 念。怎么了？薛老爷子，谢师。 把夫人接到司令部来。是。给委员长发电报。是。